翻车了，翻车了，打漏了，打漏了。田师傅在这儿装花洒，结果打漏了。我是接到通知过来维修堵漏，漏点就是花洒立杆底座固定的位置。来之前呢，让他先用玻璃钻头开了一个孔，先观察一下具不具备修补的条件。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会打到水管。首先呢，花洒安装，冷热水管是上走水，这是立杆的中心位置。然后我们量一下这个热水管的中心位置，两管之间的距离呢是相差6公分，在这种情况正常安装是达不到的。但是我们看一下上边，我们把下边的线呢延伸上来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水管很明显是有偏差，而且偏差应该是6公分的一半，3公分左右吧。水管走斜了，那打到也就不稀奇了，3公分一点不差。这边做的是上走水，我们先把这个混合器呢拆掉，我们把水管里面的水啊尽量都放干净了，这样有助于我们后期维修。瓷砖上开了一个2公分的孔，这个也够我们维修了，空间足够。现在看这个孔是有一点点靠边，有点斜，把漏点周围的水泥渣渣全部都打掉，一会儿不要妨碍我们去热熔。这个孔刚好不在管子的正中心，是差一点憋的，所以这个孔呢是一个椭圆形的，这样对我们热熔的时候要求是比较高的。热熔之前的处理工作一定要做好，这个管子上它是有水迹的，直接热熔的话肯定会影响热熔效果，一定要把这个水放干净了，这个洞口呢擦干净。安装花洒它用的是6毫米的钻头，所以打的孔是一个6毫米的。我们这个热熔的磨头呢也是一个6毫米的。通上电预热工作要做好，找一个胶棒，这个胶棒呢是之前用过的，它是一边粗一边细，粗的这边呢是10毫米的，细的一边是6毫米的。这一次呢我打算用这个粗一点的10毫米的来热熔，但是磨头的这个孔呢是不变的，还是一个6毫米的。要用10毫米的来做呢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大一些它这个堵漏的面积。换一个胶棒，刚好把它切到这个粗细过渡的位置。准备工作做好了，我们第一步呢，先把这个胶棒先熔好，不要同时进行，因为管子嘛比较薄，同时热熔的话，这边的速度是跟不上的。这边熔好了以后，我们再对管子进行一个热熔。用这个胶棒大头来熔的好处呢，就是看到了吗？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双眼皮是一样的，这样可以增大我们热熔的那个接触面积。着急了，熔的时候应该拿刀子在周边切一圈，这样我们在取这个胶棒的时候就好取了。现在还得用这个热熔器一点点把它给烫下来。热熔加堵漏这个瞬间呢，一定要一气呵成，不能有任何的拖泥带水，不然的话就失败了。现在已经熔好了，一会儿把里面的渣子要清一下，开水试水。这个小区是高层楼，这个水压也很大。总感觉哪不对呢，原来这个水管是反着的，本来是左热右冷，现在成了左冷右热了。不过这种普通花洒也不碍事儿。现在开水了几分钟，看了一下也没有渗漏的痕迹，那么我们这个堵漏呢还算是成功的。但是建议安装师傅这个孔室先不要堵起来了。安装花洒的立杆底座呢，它是2个螺丝固定，现在这种情况呢，建议它用1个螺丝固定就可以了。另一边呢可以在中间打一点胶来做一个辅助。刚好这个底座呢是可以把左边这个孔呢堵掉的。所以我们不建议它单独去堵那个孔了，因为以后这个孔即使再漏水的话，水会流出来，我们可以及时的发现。